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武岳老师，大家好。另外，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金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何荣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带着观众朋友先来看的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最重要的一场盛会也就是最近才刚闭幕的4中全会。那历时4天在北京召开的4中全会，它的全称呢是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23号正式闭幕，会中审议通过2万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外界简称是“1055”也就是作为中国大陆未来5年从2026到2030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擘画的重要方向。而在4中全会的召开前夕，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何卫东，还有军委苗华，总共有9名上将遭到双开除了党籍跟军籍那首先从人事层面来看，想请教武岳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央军委会其实呢是中共最重要的军事决策机构，它的军委主席呢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外加2个副主席，还有4位中央军委。但目前看起来，在名单当中，军委剩下一个刘振立先前传出说有没有可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会入列，但是呢，这次看到并不在名单当中。而我最近看到吴岳老师的最新分析是说，其实这个人事的异动这样的一个调度，并不是太大的变化。为什么？应该来看4中全会应该分2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就是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草案，明年要送到全国人大正式审议，开始实施。第2个就是有关于人事的更迭，从3中到4中以来的一些人事更迭怎么更迭？我们讲说大的变化是讲什么？这一次当然某种程度，如果就解放军，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有多大变化？我们看到第一，军委副主席现任军委副主席，就是何卫东，政治局委员被拔除了，是，而且由张升敏来替代。那第2个，你刚刚所说的中央军委会的构成是一个军委主席、2个副主席、4个委员。现在4个委员当中是1缺3，只剩下1个刘振立，3个都没有。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第3个你再看，从这一次所递补的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中央委员当中，11个当中有将近4个本来是应该轮到军方递补的，1个都没有递补，军方通通被跳过去的。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军方的整顿还没有结束。所以如果从解放军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次人事确实是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说的政局没有大变化，原因在哪里？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个都没有动，说原先那些天桥说书的说什么哪些人会进到常委准备接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少掉1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何卫东。张升民就算升到军委副主席，中央委员会也没有补选他做政治局委员，所以政治局委员1个也都没有动。对。有动的话，大概就是11位中央委员新增补的。那新增补的当中，就是你刚刚说的，在4中全会以前来讲的话，已经有9位上将，其中有8位有中央委员的这样一个所谓资格的，他们通通被取消。所以我们应该区分得很清楚。如果从解放军这一次，当然是史无前例最大的人事的变动。但是如果从中共中央的政局角度来看的话，连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新补都没有。更不要讲常委，所以怎么称它是大变动？未来中央军委入列的那个考量会是什么？您觉得？我想应该这样来看，我们来看说，为什么理论上中央军委这么重要的一个决策机构，就军事上决策机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那它竟然呈现半数以上的出缺。因为我们仔细看如果在以4中全会以前，那9个上将还没有被公布以前的话，大概大陆的上将的编制大概有35个左右。是。那35个左右，我们如果仔细扣到有关的那9个还没有公布以前呢，有正常露脸的，有公开露面的这个部分，大概只剩下13个左右。其中有22个，要么就是不露面，要么就是谣传，要么就是应该所谓的露脸的场合他不露脸。那这些人大家会认为有事了嘛？所以理论上，如果我们看到有3位军委会的委员出缺了嘛，
如果他真的是要常态性的话，应该至少有从13位目前为止算是正常肉年有公开活动的上将当中来拔擢进到中央军委，这里面就包括像你刚刚所提的董军嘛，是。可是习近平并没有嘛，那没有代表什么？就代表说第一个军方这个整顿大概还没有告一段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新进的中央委员，军方的中央委员这一次只有所谓的出缺。从来没有一个递补，递补的全部都跳过去了嘛，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整顿也还没结束嘛，对，所以那当然第三个也代表什么？也代表习大概对军方，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牢牢掌控 ，OK，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当中来讲的话，北京在这个整顿当中来讲的话，他也并不在乎说哪一些军委委员是不是少一点，但是他知道。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能够釜底抽薪，在任用新人又出现了问题来讲的话，那这个对军中的士气、对领导人的威信都是一个打击。中央不急，其他人急什么呢？哈，所以说整顿还没有结束啊，但是现在外界已经绘声绘影啊，传得沸沸扬扬。包括呢，刚才老师特别提到，还有一些天桥说书的，还包括谁呢？外媒 BBC 呢对此还下了评语啊，说信任危机，无人可用哈。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外媒真的了解中共中央，包括北京？中央最高层的思维吗？那日前呢，我们刚刚说绘声绘影的传言呢，就是一句话说张又侠要升任军委主席，胡春华来接班。这个民间的传言呢，最后证实是完全落空的。当然，也有人就说呢，这个到底了不了解中共中央的思维？你了不了解他们的权力结构呢？因为胡春华曾经被视为是团派默认的接班人，而同属团派的前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呢？在2022年中共20大闭幕会上，在全球的直播面前，看到画面上好像似乎是被请出了会场。胡春华呢，从2023年开始卸任了国务院的副总理担任第14届政协副主席，从此就没有再担任任何的实权职务。当然，现在绘声绘影呢，最后证实。确实是空穴来风啊！大使如何看待在这段期间，尤其四中全会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管尤其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哈，怎么看现在中共高层权力结构目前的状况呢？这个流传这个新闻啊，套一句那个川普常用的一句话，对吧 ？Fake news， 假新闻，而且是海外在流传，中国大陆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太离谱了。你知道说张又侠接任这个军委主席，这是完全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党领军啊，这显然没有一个常识的说法，连常识都不够。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党指挥枪，是，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党指挥的机制就是中央军委，没错，中央军委一向都是这个党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在负责，然后呢，军人的话那就是军委的副主席啊，2个副主席啊。那这次比较有一点变化，就是过去副主席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是文人啊，这次就还是维持2个都是军人这样子啊，军方出来的背景，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要不然出于无知啊，要不然就是故意在那边造谣生事啦，这个完全跟中国大陆，尤其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长期以来传统是完全不相符的。不过这也反映一点，其实现在我觉得美国人还有很西方媒体他们很多在做报道的时候他们真的缺乏对中国的认识，就胡乱的乱拼凑、乱造谣。那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常常我觉得中国大陆有的时候讲话，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话这个文意里面有些事情要 read between the line 或者你要听得懂中国话，它的表面的意义跟它生存的意义。现在我真的怀疑，就是说，即使是川普政府里面的高官还有他政府里面的这个负责这个对中国事务可能极欠缺这方面的认知。那这个是非常离谱的一个谣传不过我认为啦，这个后面你说要是谁呢？这些背后是谁？我认为当然是美国啦、英国啦、日本然后这些比较在习惯于在这个台面下运作这些单位在运作，然后呢，再透过一些，尤其美国，你现在发觉有很多这些明明中国人，可是他是反对中国的，反对中国大陆的这些在那边造谣生事啦。那另外一方面，你说胡春华接班，也是蛮离谱的怎么会想到他？对，那就变成这个好像
这完全跟中国大陆很多事情它是有一定脉络、有一定传统、有一定规定，那有一定步骤的这样子的做法是完全在状况太离谱了哈！太离谱了。对，而且胡春华老早就离开了这个所谓的中央的领导班子里面了。对，那所以就会突然提到他，我觉得就是说，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就是这么离谱一个消息啊，所以从出发点是有问题的。对，从大使刚刚的分析啊，就是建议所有要分析中国政情的西方专家们呢，必须先做一件事情，先去学汉学。从语义当中呢，你要知道，除了表面上的文字意义之外，还有深层意义哈。那当然，现在这个上海复旦大学，来我们来看啊，中国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叫刘典啊，他表示说，因为这次四中全会，大家关注的还是未来5年的计划，15规划呢将会以科技创新作为推动高品质发展的核心动力，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科技这些卡脖子的领域加速攻关。那同时呢，推动传统产业智慧化、数位化转型，还有支撑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华社哈，他们就是有一个有关于这次15规划呢，你可以看到未来的科技重点包括量子科技，它的排序是有大学问的，然后生物制造、氢能与这个核聚变能等等，重点在于未来10年要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所以先前大家就已经在想说，有在谈中国大陆的科技进展哈。那上这个您预期接下来科技发展的重心跟先前的做法或者说步骤上可能会有哪些的调整或是有不同呢？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每5年的这个5年计划它非常重要，因为它也要衔接前面14、5。乃至到15有一些全新的方向。是，那所谓14、5跟现在我们比较有些差别。首先，最大的差别就是国际情势。在这次的15计划当中，描述这个所谓的世界的这个混乱动荡、大国博弈，用的词非常多哦。跟相对过去比较起来，就是自己一个见好的方向来讲，有具体诚实的指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大环境以及15计划不是处理国际问题，它还是要建造整个中国大陆的对外对内的总体性。所以这个背景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科技创新，它不只是一个正面描述，也表达了是一个具备内外当中解决问题。所以我特别关注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我举个例子，首先在这里头特别提到实体经济。过去我们大家讲中国在发展房地产、金融，这些都不是实体经济，这是特别强调实体经济跟传统经济。另外我们在科技创新也特别看到一个，在前14、5的时候谈到叫做自主创新，这次提到什么叫做原始创新。这个词很有意思。原始创新，我想这表示说，我们就是了解在这几年当中，对于光刻机或等等，中国大陆过去的科技发展是全方位的，但是比较忽略本质从0到1的。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科技创新，它特别提到原始创新取代了自主创新这个用词，很值得注意哦。同时，其外我们看到像绿色经济，都知道现在像新疆呀，真的变成是当红炸死机，这真的可以说是绿能风电的极致。可是这次也特别提到。绿色经济的发展不只是环保啊、新能源这些，他特别强调绿色经济里头也要创新，也要跟科技绑在一起。你不能只有创新，没有跟科技绑在一起。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科技创新，我认为真正的核心是一如我们这几年开始感受到的，中国大陆什么东西都绑在一起，特别是军事。特别是民用、民营跟经济的发展出来技术都可以绑在一起，材料或各方面都可以绑在一起。所以我认为15当中的科技创新可不是在想掉刚刚那么多好像多头马车，最特别的是它的相互的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绿色经济乃至于扩大内需，这个巨大的4条路线的相互像绑麻花的这个捆绑，我们在14、5看后期看到。这样子的新的建设方式，而且有别于其他包括美国的各走的多头马车，而形成在这几年我们感受到中国大陆科技实力的这种捆绑性。所以刚刚何荣指出很重要，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像这次就是发改委因为是主导，这是15的这次的计划建议，所以他的这个主委在记者会上，这个郑乍杰他就特别提到刚刚何荣讲最后一点，具体指出15要完成一个。10000亿的全新的高新企业的产业聚落，而且就是从刚刚提到的那么多种科技发展当中
摆明了，而且有自信的，会出现个比腾讯、阿里巴巴可能还更大的这些的新的科技的聚落，成为实务的一个代表作或者是领头羊。我想这也显示说，中国大陆在科技发展的重心上当中，非常知道自己，也非常知道外在的环境。特别是我提到这个麻花捆绑的，有别于过去多头马车的这种试错，感觉起来在在这次的2025年到2030年之前是。它将会体现到最后我们提到的，它最后的结论提到，在所谓的这个中发达国家水平的收入，这个当中大家估算大概就2.2亿，2.2万这个美金的收入，是因为现在大概是1.6万美金，所以这个具体的无论如何排除所有外界的这个干扰的形象，还是要达到这个具体人民整个生活环境的水平。对，中美科技争霸的格局大概不会变了，但接下来就像刚才尚志哥所说的，中国大陆要告诉全球的就是呢，从0到1，我们拼了，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